好，开启 FSD 啊，让它自己出这个车库。这个很灵敏，其实我都没看到人，但是他比我发现的早，因为 A 柱有个盲区。出车库直接汇入主路，你看他汇入主路是要观察的，观察后面没有车，然后过来了。哦，他要压线过来，哎呀，这个地方压线不大对，我觉得不要让他压。特斯拉他为什么要压线呀？他觉得压线是正常的，就是没事儿，就压没事儿，可以压。在他老家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违章吧，算是。我一般不让他违章，他要压线我就会接管。刚才那个就是定了个闹钟啊，他把这个录像给断了，后面拼接一下，差了这么十几20秒吧。这几天没怎么拍视频，没怎么乱走。今天从这个三峡广场去这个观音桥这边，这条路这个路线是没走过，拍一下。这边是虚线啊，虚实线，咱们可以拐过来的。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一侧是实线，一侧是虚线。虚线这一侧是可以，拐到右边的，但是实线这一边就不能拐到左侧去，它是不可逆的。好多人不认识这个线。给我拿张纸。之前使用前天吧，前天使用那个第三方的那个录像的那个软件，录了1小时05分的一个全程的，但是前42
2分钟是有的，后面20分钟没有，就是没有图像也没有声音啊，就到那个位置直接暂停了，然后后面没有了。我想发的没发，就是它那个软件出现错误，还是因为这个相机自带的吧？老出 bug 那个。对，老出 bug。录了几次好，就是尤其是长的，容易出错。哦，那别用那个了。白录了，有时候就白录了。那个去那个哪璧山那个游乐场，然后会走那一段，挺好的，其实录的1个多小时，有堵车啊，还有那个啥，我就剪了几个小片段发了上去了。特斯拉目前它有可能识别不了的已知的，就是你比如说一个台杆，就是一个小区的台杆，有些是很大的那个杆，那个没问题，就有一根细杆的。如果你这小区这个台杆啊，它有个小岗楼，就是有个小岗楼，然后这边就它那种感觉，就是个收费的那么个小岗楼，它就能识别。它其实训练的是什么呀？它训练的不是说那一根杆儿，我去识别不识别，它训练的是那个场景，就那个类似那个场景，就咱们一看哦，那就知道是个收费的口，是个出口，是个入口，它也是这个意思，它就知道这一个。它因为它有的时候它识别了，就是如果我上次在哪儿，在那个中国银行那个内部路那边，它那个没有那个岗楼，就凭空多了那么一根杆儿，它能识别到，这上面能看到是一根杆儿，就是读取出来了，但是呢，它不做处理，就是不做处理，它就直接过去了，要撞，这个是它的一个比最危险的一个问题吧。然后呢，右转拐过来之后就是一个岗楼，也是一根很细的杆一样的，但它就能识别。所以说它识别的是什么呀？是那个场景，就是训练的是那个场景。这其实它这个看到这些那个施工的这些锥筒和我的反应是基本上一样的。但是呢，怎么说呀？反正不够，我觉得吧，它这东西虽然是安全性很高，但是不是说它没到 L4，不是100%安全，就是这种悬空的那种场景，它这东西训练是场景，不是说我们看到了就和人一样说，哎，我看到这有个杆你就不能撞啊，它不这样，它就那个场景没有什么训练的，就是它所谓的这种台杆都是那种有个就是像个收费口那样的，它认识就可以。如果他不认识，哪怕有根杆他就撞。还有那个悬空的，之前其实有人做过测试，就是一个大货车拉着那种悬空的那种大的物体，越大的好像越难识别，小的还好说，就很小的一个一个小凸起啊，一个树枝子呀，一个东西那个，哪怕是个什么塑料袋子黑色的，在路上它都没问题，因为他见过，就是训练过，但那种大的那种。就是一个货车拉个大的，他没有见过，没有训练过，他也不行。所以说这个东西啊，最主要的就是数据训练数据。还有一个那种大门，有人大门，那个大门是，如果不悬空的话，就是没问题。如果悬空的话，它的高度应该，我那个和我的车的前面的这个和前轮那么高吧。或者稍微再矮一点，它都不能识别，它能识别，上面能显示出来，但是它不会去做，它可能往上撞，因为什么？就是那种场景它没见过，所以说这个特斯拉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这个当道端很有意思，就是它就是学习人的一个开车，但是他没见过的他不知道，他没有思维，你知道吗？他所谓的思维是怎么样？比如说看到这个场景他理解了，为什么理解了？因为他见过，他知道他理解了。但他没有见过的一个场景，他理解不了。
所以说你这种场景，你怎么可能说是在这个所有的情况下的场景都见过呀？不可能。所以说不是100%安全的。或者说你那个，你比如说前面一个那个工程车吧，如果它那个门就是能打开，有些那种工程车那个或者厢货吧，厢货车，然后那个打开那个集装箱的时候打到旁边了，是不是就我们车要从旁边走就撞上了是吧？这个就往上撞。他理解这个场景，你看他减速让他先过。因为他知道那个车停那儿，就是他肯定要过来，这个他就理解，因为他训练过，就是说刚才那种厢货那门开了，那我们往前走就撞上了。他不是说他看到了没看到的问题，就是这个场景有个悬坑的门，你知道吗？他不做处理。但是如果你给他素材了这种的话，他就会做处理。那什么样的门那个能做处理啊？比如说那个一个车打开这个。打开车门就停在路边，打开车门，这种他做处理，因为他什么？他训练了，他知道，哎呦，这个状态打开了这个车门，这个是要怎么样？这是那个吉悦那个车倒闭了，这个口碑还挺好的，买这个车的还都觉得不错。那有的时候你看着车做的不错，倒闭也是挺可惜的。哪吒好像也没了。哎，我那一兄弟刚买了一哪吒，买了没2年啊1年多。刚买。哎呀，凑合开吧。哎，我吧从来不推荐别人去买任何的车，我包括我在这些视频平台啊拍视频，我也不推荐说，哎，你买个特斯拉，你买个什么，我不推荐这些东西。其实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而且车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不要去推荐亲朋好友去买这个东西。我那天是，还看了个啥呀？看了有人发了个帖子，说了个啥呀？说了个今天和一个朋友断交了，删微信，怎么样拉黑，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原因的人买了个特斯拉，他就是苦口婆心的去让他这朋友去试驾国产的这些，那他没有特定的说是啊，你非得要买国产的某一个，但是只要是国产的就行啊，不要去买进口的，什么特斯拉呀，什么这些奔驰、宝马都不要去买，就只要买国产的啊。他帖子是这样说的，他花钱去带他去试驾了所有的国产的，什么小鹏啊、理想啊这些都去试驾了，让他去选，很多包括很多车吧，反正他觉得国产的可以买的去带他去试驾了。他说光打车费花了100多还是200多，但是呢，他朋友就今天，就当时他发帖子那天，今天他去买了，竟然买的特斯拉，我也没带他去试驾特斯拉，他买特斯拉。我说你人家买啥跟你什么关系？我都真的感觉是很搞笑，你知道吧？我从来不推荐别人去买什么车。你看早期的时候，我发了一些那个特斯拉的视频，我没有在那个我的视频平台就是把我的什么引荐码放出来，没有，我从来没有搞过。引荐码有用吗？有用啊。你比如说他引荐了会送你那个充电里程，你跟这个车后面干啥？你看这我有的时候你说着说，他就跟人一样，我在聊天，他也跟在听我说话一样，他也不开了。你这个车这么慢，你跟他后边干啥？那有的时候跟10秒、20秒，哎，想起来了就变道，走神了的感觉，哎，人理解不了。他有的时候可能是怎么样？我们前面几百米就要右转，就是右转进入匝道，他这样就不激进了，不想去变道了。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也不是，他就是反应有的时候没有那么迅捷，就没有说变道就变道，不符合我的需求。我想的是，你觉得这个慢，那边没车就变过去，再变回来呗，是不是？你想那啥的话，不符合我那啥。说哪儿？说视频网站那个啊。我从来没有去引荐别人去买过车，
不管是线下也好，线上也好，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喜欢。其实买什么车都一样开，你买个不带自动驾驶，你不开了吗？不一样能开吗？你买了带这个，你可以玩玩，也可以开。你买个不好用的，不也是在用吗？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重要。再说你那个东西好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就是一坨屎。你买又不是我买，你吃又不是我吃，是不是啊？我试图改变你干什么呀？你既然选了它，你就觉得它不是屎，你觉得它好，是吧？哪怕它就是一坨屎，有什么关系呢？我是这样想的。为什么？因为其他东西我可以推荐啊，你比如说买个手机啊，买个啥，我可以说哎怎么样。但是买车我不推荐，因为车这个东西你在路上跑，它保不齐会有什么事故啊，或者是质量问题啊，哎，真正有了之后他找你，他还埋怨你。所以说我一般不去推荐，不管怎么亲近的人我就不推荐。他们问我这个特斯拉怎么样，我说哎还行，错开，但我不会说它好，也不会说它不好。我是这样想的，那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啊。所以说我那兄弟买那个车的时候，我不参与意见，知道吧？刚才我们在那儿，一个朋友跟我们说起来就，哎呀，电车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爆燃啊？怎么样子这些事情？哎，油车怎么也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我都不说多，我都就是应付一下，就这样就行了，不用多说了。我不想去跟他们讨论这些东西，你知道吧？哎哎，它有压线，这是个长实线呀，这整个一个桥都是实线，不能变道的。他想压线过去，他看那边车少。哎，刚过来的时候是虚线吗？没注意看啊。啊，刚拐过来是一小段虚线，但是已经到了实线这个地方了，就没变就不能变了。你看到这儿就虚线了。啊，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可以吧，安全起见嘛。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不让变道？这个桥上就不能变道，也挺有意思的。说到这个事故，这个那个，想起来几年前吧，我当时就因为我这个是第二辆特斯拉，我当时那个19年买的一个特斯拉，我当时买特斯拉买那个电车吧，其实就是很小众的，我记得我那个停车库装那个充电桩就我自己没有装的，我那一层就我自己，然后现在我都装满了，装不了了。然后前两天又在另外的一个地方，那个电力公司去单独拉了一根，就是专门拉了一个装那个充电桩的地方，因为已经没法装了，就拉了一根粗线过去，就是你还可以再去装。就说明现在太多了，好几十个。你小车库没几个车，好几十个。说那个啥，说那个有个朋友吧，他那个是开那个宝马的，我们之前都是宝马粉，知道吧？操控好啊，宝马粉。他开530吧，当时是，现在换没换我也不知道，没关注他，好像没换吧，好像还是那车。这个他那530老530很老的了，10几年买的呀。但是他就特别调不上那个燃油车，就跟刚才我们聊这个朋友一样，就是不是特别调不上电车，就说这个自燃呀。其实我跟你说啊，咱们说一下这个特斯拉，这个特斯拉自燃的几乎没有。你要是撞击撞到电池了，这个自燃这个肯定是有的。但是只要你不撞到底盘，这个它的自燃几乎没有。Model S、Model X 早期的10几年前的，就是第一批那种特斯拉车，它有。那个是有，我真的有过，也不多。它开始是有，后来它做了锁电，比如说你当时买的是75度吧，给你锁到70度，就让你充不满。
这个是有的，这个就是也可能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做这车呀，一定要有经验。你做的再好，你再厉害，你没有这个制作经验，不管什么产品，它都需要经验。他当时就有这个情况，但是到了他的 Model 3和 Model Y， 真的没有自燃的，啊，有在车里边这个它的至少它电池没有自燃的，你车里边可能有异物，有那么有，我看到有个视频是燃烧的，那个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再就是有碰到底盘燃烧的，车祸撞了有燃烧的，有，不是说它撞了完全不燃烧，也有，你万一撞的位置不对，也会有燃烧，但是可能概率比较小。就是自燃，咱说的是自燃，就是你没碰它也没怎么样，自己燃了。你看好多车是不是啊？很多这种情况的，这种情况特斯拉是几乎是没有的，知道吗？可以说是没有的，这个做的是非常厉害的。你们可以查，你们其实去搜这个特斯拉自燃这个，你们也可以搜。其他的车我就不敢说了。从这儿走，这能过去吗？这个路好窄啊！我自己开车好像这个路没走过呀，拐不过来。他让这个人先走，我感觉拐不过去了，这个角度。能拐过来，稍微有一点比较极限一点。那我开的话，我会提前拐一下。他刚才可能是有个人吧，有个人走，他就有一点想让。啊，说这个哥们儿这个啊，这个他让他吧，他停下来让我就不让了。然后这哥们儿呢，就是在聊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说你这个电车很容易自燃被烧死啊，怎么样？哎呀，这东西其实就有些人就太怎么说呀？其实自燃的情况，这个燃油车不比这个电车少很多的。然后我就随便给他搜了一下，就是他不开那个宝马嘛，我就搜宝马这个宝马530，就宝马530事故，司机被烧死的很多啊。然后搜一下发给他看了一下，哭笑不得呀。说这个什么意思呀？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到的不一定是就是真相，不一定是真相。前面快到了，2分钟500米。前面这又拐过来有个车违停在那边。为什么没有直接拐到最右侧这个道？因为那2个车停在那儿不走，你们看不到是？哎，能看到这2个车。所以说他要过来之后要加塞到这个道。你看这2个车停在这儿，不是2个车，应该4个车，4个车占了2个道。但是该说不说的，这个燃油车撞击也会燃烧，也会自燃，都有可能。但是电车呢，概率可能会更大，这个是真的是不得不承认的。所以说，尽量买安全一点的车吧。就这种的话，我会直接就是绕过去。他这个就做的没有那么激进，没有，基本上也想绕，但是没有就很大的绕一下，因为右侧没车刚才。不过也不重要，前面这边也是堵着。我发现升级了这个新的固件之后啊，虽然 FSD 没有变，但我感觉它见了人之后更慢了。人家一站住，他就以为人家要做这个，你看这个直接就是绕了这一个中间这个线，直接这2个车道直接没管它，直接压这个线过来了。好，我们到了啊，
我取消这个，让它自己开一会儿，然后看旁边有没有停车位。这边停车位，摩托车站着。那我觉得特斯拉这个不需要导航，这个开启辅助驾驶，我觉得挺好的。这边有车位，再往前看看吧，但从那边停比较舒服一点。停这儿，好，就录到这儿啊，谢谢大家啊。再就是我从来不用这个特斯拉的自动泊车，因为它没有我开车好。我开车一般就是一把就进来了，一把就到了我想要的地方了。但是它这个不行，它至少得2把以上，没有我开的好，我就不用它。而且这个很简单呀，就5秒钟我就完成这个啥了。好，谢谢大家。